我是瓜皮儿，旺达幻视前情提要。自打搬来西井社区后，旺达常常被怪声惊醒，只是他不愿意多想。为了能和幻视融入社区，夫妻俩参加了才艺展，获得了一致的好评。可那个声音再次响起，二人闻声望去，只见背着天剑局 logo 的养蜂人钻出了下水道。旺达不甘生活被扰，修改了现实，并靠着意念之力孕有了孩子，同时生活也有了色彩。众所周知，本片一集一个年代，本期来到了上世纪70年代，肚子里有了原厂的崽儿，夫妻间更腻歪了。为了即将出生的孩子，四处奔波采购家具，置办了一套儿童设备。准爸爸幻视更是无时不刻的不在学习备孕知识。此时距离开始怀孕仅仅过了12个小时，旺达的肚子就已经大到像是怀胎4月。重重古怪现象让幻视一头雾水可看到妻子如此开心，他也并不在乎。况且每当他有疑问时，旺达都会抢下头条。幻视送走了大夫，按照正常情况来看，还有几个月孩子才能出生，所以大夫打算和妻子去百慕大旅游。而幻视的邻居赫伯正诡异地修建着绿篱，呆直到破坏了围墙，都是邻里乡亲，幻视也不计较。进了家门，他惊讶发现老婆的肚子又大了一圈，这才估了多久怕不是随时要出生夫妻俩开始组装婴儿床和宝贝屋，腹中的胎动让旺达感受到了幸福，他的心情也影响到了现实。风铃上的蝴蝶纷纷复活，孩儿的名字是个问题幻视喜欢比利，旺达更看重汤米。当然了，只要是个女孩，这俩名字就全部得弃掉。幻视计算了一下出生日子，按照这个速度3天之后就要出来了。意识到时间不等人，他们连忙开始集训，例如1秒钟换尿布、熟读备孕笔记，以及了解到妊娠晚期的所有应急方法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旺达要不停地利用这种呼吸法减少疼痛，因为他若是疼起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一阵宫缩后，小镇陷入断电，旺达担心胎儿真要闹起来，会控制不住暴露能力，邻居们会对自己另眼相看。说到这儿，幻视就想起了赫伯的种种诡异迹象，他察觉出了不对劲了。旺达不接受这种现实和幻视的猜测，现实再次被修改，幻视的猜疑成了准爸爸都有的紧张焦虑。只是没想到一切来的还是太快了，旺达迎来了分娩前兆，这下给幻视的服务器都惊崩了。一阵呼吸大法，旺达缓解了状况，但羊水控制不住的破了。孩子不听话，狗子满地鸟，料理很惊讶，果汁要爆炸。你还在为主妇的劳累生活所困扰吗？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，让你妇女变少女，9头蛇牌泡泡浴，你值得拥有。旺达的羊水引来了暴雨，好在是一切转瞬即逝。旺达招呼了一阵风，风干了家里的一切。这种时候没个大夫可不行幻视马不停蹄地奔向了大夫家。巧的是车坏了，他们刚好没有来得及去百慕大。这时家里传来了一声喝叫，下一秒门铃响起。旺达哪敢让外人知道自己一夜之间如同怀孕9个月，只能拿起大衣裹着身体开了门。来人是杰拉尔丁，他家自然也下起了雨，是想过来寄个水桶。旺达刻意与他保持距离，避免被发现身孕，可胎儿总是不听话。但在他复仇者联盟3无限伪装之下，杰拉尔丁并未注意到自己的肚子。可这鹤是真从壁画里活了，尝试过法术压制，但是没得卵用，只能拖住杰拉尔丁，不让他留意四周。不曾想杰拉尔丁贼自来熟一溜烟的跑进了宝宝房。鹤他没在意，倒是看到了婴儿床，这下也解释不行了，加上宝宝即将出生，来不及多问，杰拉尔丁原地接生。同时幻视终于跑到了大夫家，什么也别说，快上车。分娩时的旺达引起了家具暴走，杰拉尔丁却是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。旺达并没有留意到他脖子上的天剑局项链，现在全部的心思都在发力吐气再发力。终于肚子里的老大出生了，此时幻视及时赶到，杰拉尔丁识趣地引开了大夫，幻视这才以真面目示人。大儿子他决定顺从老婆的意愿，名为汤米，可随后差点给他下死机老二要出来了，发力吐气再发力后，老二比利也诞生了。大夫虽然没有帮上忙，但他好一番夸赞杰拉尔丁的反应能力。门口幻视正在送客，本还担心自己是否打扰了对方的旅行，可让他一头雾水的是，大夫说出了这种话 I don't think we'll get away after all, you know. So hard to escape. 就巨莫名其妙。刚好幻视又听到了赫伯夫妇的对话，便走过去询问了一番。这对夫妻很不正常，似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可又仿佛受限，什么不能吐露，只能告诉幻视杰拉尔丁是否在家。这个女人吧，很诡异，没有丈夫，没有工作，更没有身份，最恐怖的是她在社区里没有家。
起初幻视没懂，想要细问一下，可赫伯夫妇总是不让他吃瓜，打死也不爆料，哪怕是机器人都被吊了胃口。屋里，旺达看着自己产下的双胞胎，笑容像个孩子。他想起了自己的双胞胎，快银皮特洛，便给自己的孩子们唱起了小时候听的童谣。杰拉尔丁忽然说道 He was killed by Ultron, wasn't he? 提及自己的痛楚，旺达似乎记忆浮现，但并不完整。他本想反问杰拉尔丁，可对方不停撇开话题，这让旺达升起了警觉。女人，你到底是谁呀？他这次注意到了天剑局项链，这个标志他看到了很多次。眼见旺达有些激动，杰拉尔丁开始恐惧，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口。旺达身后的双胞胎更是哭个不停。另一边，得不到答案的幻视只能作罢。他回到了家中，发现杰拉尔丁早已不在，可老婆却说他有急事回家了。联想起赫伯夫妇说的话 No home. 幻视呆住了。这时画幅陡然变化，西井社区外凭空出现了一个结界，随后杰拉尔丁飞了出来，很快就被天剑局特工们发现，场面变得诡异起来了。本集看点多多，更是撞车了娱乐圈某事件。第一便是旺达幻视夫妇的双胞胎儿子。漫画中，旺达利用魔法使自己怀孕，跟剧中内容如出一辙。而这两个双胞胎的能力同样变态，老大继承了母亲的巫术，老二又拥有小舅子的速度和超强体力，名字同样是汤米·比利。只是后来孩子们消失了，旺达接受不了现实，彻底疯狂，精神不稳定的红红杀穿了自己的队友，更是导致复联解散。只是大家都知道啊，老万短时间是不可能登场的。对于本片的结尾也是难以猜测，毕竟在原著中是红红的父亲老万解决了这场危机。二便是杰拉尔丁，此人出场以来便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论，视他为惊奇队长中的小女孩莫妮卡，卡洛尔闺蜜的女儿。长大后加入了天剑局，显然他来到西井社区就是为了唤醒旺达，只是时机没有抓住。根据他被丢出小镇外面的军力配置状况来看，旺达已经影响到了现实世界，同时伴随他记忆苏醒，一切都变得不受控制。另一边便是壁画上的鹤，这是送子鸟，相传此鸟落在谁家便会喜得贵子。旺达弄上这画是多么渴望自己有个孩子，当然了，也就预示着双胞胎消失后他有多么疯狂。最后便是每集固定穿插的电视广告，这个包装你们有联想到什么吗？无厘抖森渴望一生的东西啊！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